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说实话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。你的想法到底是怎么直接影响你的身体健康的？有句老话大家肯定都听过，叫万病由心生。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错，绝对是千真万确。它其实就点出了一个最根本的道理。咱们生活中碰到的好多问题，包括生病，根子其实都在心里。你看这个道理在箴言里早就说得明明白白了。里面讲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这样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心里怎么想的，你这个人呢，最终就会活成什么样子。一切的一切都是从心里的那个念头开始的。那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其实说白了就一个链条，你的思想会直接带出你的情绪。你想想看，要是你脑子里整天都是些负面的东西，那你肯定高兴不起来，对吧？那这些坏情绪堆积久了，最后就直接反映到你的身体上，影响你的健康。加拉太书里有一句话，把这个因果关系说得特别形象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你要是放纵心里那些不好的念头，让他们像种子一样在你心里发芽，那最后你能收获什么呢？肯定就是败坏、毁坏。当然了，这里面也包括了身体上的各种毛病。说到这些种子，具体是些什么呢？其实我们都熟得很：骄傲、嫉妒、害怕、贪心、发火、怨恨。你看，这些情绪，它们就像毒药一样，你让他们在心里待着，一天天积累下来，身体能不出问题吗？各种各样的病不就找上门来了吗？光说理论可能有点干，咱们来看一个真实的心理学实验，一个关于一只焦虑的小狗的故事，你听完就明白了。好，这个实验是这么做的。第一步呢，先给小狗建立一个好的联想，每次呢，先给它看一个圆形的图案，然后马上就给它好吃的。这么一来二去，小狗就学精了，一看见圆形，口水就自动流下来了，因为它知道好吃的要来了。接着是第二步，完全反过来。这次呢，给它看一个椭圆形，但看完之后不是好吃的，而是惦记。这只可怜的小狗很快也就记住了，一看到椭圆就知道要倒霉了，吓得乱叫乱跑。好，到了第三步，这事儿就开始不对劲了。实验人员开始轮流给它看圆形和椭圆。你想想，这小狗它一会儿觉得有吃的了，高兴，一会儿又觉得要被电了，害怕。它的整个情绪就在这种天堂和地狱之间来回切换，完全乱套了。真正的考验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来了。第四步，实验人员拿出了一个很模糊的形状，它看着有点像圆形，又有点像椭圆。这下小狗彻底懵了，它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到底是吃的还是电击？我是该流口水呢，还是该害怕的叫呢？结果呢，非常不幸，这只原本健健康康的小狗就在这种极度的焦虑、纠结和犹豫当中，精神彻底垮掉了，倒在地上不停地抖。大家一定要注意，真正把它压垮的不是吃的，也不是电击，而是他心里那种不知道该怎么办悬着的状态。你看，这只狗的遭遇其实给了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提醒，那就是一个分裂的、摇摆不定的内心是真的会生病的。在荷西阿书里有一句话，正好就诊断了这只狗的病根儿。他们心怀二意，现今要担当自己的罪。他的问题就是心怀二意，他的心被两种完全相反的东西拉扯着，快要撕裂了。所以你看，问题的关键到底在哪儿？不是外面的那个图形，而是他自己内心的摇摆。你想要是他干脆就把那个图形当成椭圆，那他最多就是害怕的叫几声，对吧？要是他就把它当成圆形，那无非就是白流了点口水。不管怎么样，只要他能一心一意地认定一个，他就不会陷入那种能要了他命的焦虑里去。那么这种心怀二意的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呢？箴言里早就给出了答案，就2个字：专心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。意思就是要专心的去信靠，
不要靠着我们自己那点有限的变来变去的想法。哎，这一点上我们可得比那只小狗聪明啊。好，说完了焦虑，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案例，这个更直接。它要告诉我们的是另一种负面情绪——恐惧，它到底有多大的杀伤力？有一位叫阿维森纳的学者，他做了个实验。他长来一窝生的2只小羊羔，把它们放在完全不一样的环境里。你看，其中一只呢，就放在大草原上，自由自在地跑，想吃就吃，想玩就玩，长得特别健康。而另外一只呢，就惨了，被关在一个笼子里。更要命的是，笼子旁边还关了一只狼。结果怎么样？被关在笼子里的那只小羊羔没过多久就死了。但最关键的一点是，那只狼从头到尾都离得远远的，根本碰不到它。所以你明白了吗？真正杀死这只羊羔的，不是狼的爪子和牙齿，而是他心里那种没完没了的纯粹的害怕。所以你看，不管是那只焦虑的狗，还是这只恐惧的羊，他们的故事其实都在说同一个道理。那么我们怎么把这些教训用到我们自己的生活里呢？箴言又一次给出了最核心的指引：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这句话太重要了，我们必须把守护自己的心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一辈子所有的结果，不管是好是坏，是健康还是生病，源头都在你的心里。所以咱们真得好好问问自己，在每天的生活里，我是不是也像那只焦虑的狗，总是在各种选择里纠结、担心，拿不定主意？又或者，我是不是像那只恐惧的羊，明明没什么真正的危险，却让害怕这种情绪牢牢地控制住了自己？对于这种状态，雅各书里有一段描述，可以说是入木三分了。心怀二意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，就像海里的浪，风一吹就摇摆不定。这样的人呢，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，心里头呢，既想要天上的，又舍不得地上的，结果就是无休止的纠结和焦虑。说到底，这不就跟那只小狗的下场一样吗？所以，绕了这么一大圈，我们今天最想传递的核心信息是什么呢？其实答案从头到尾都很清楚，就是要全心一意，要专心，千万别让我们自己那点有限的摇摆不定的小聪明，把自己拖进焦虑和恐惧的坑里。认定一个方向，然后就全身心地投入进去。